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吉田幸宏先生所著的《从脑科学、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中总结出的惊人持续力》这本书。今天的视频主要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日本99%的人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坚持下去的科学原因；第二，我们将围绕全世界成功人士和亿万富翁都在实践的聪明的习惯与坚持方法这2个主题进行详细讲解。那么首先就从第一部分开始，日本99%的人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坚持下去的科学原因。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烦恼？明明自己很有干劲，却坚持不下去；明明一开始能够努力，却总是在中途停下来。相信有很多人都曾经为此感到困扰。而在这些烦恼的背后，其实存在着因人而异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如果不了解自己具有怎样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那么每当事情无法顺利进行时，我们就很容易责怪自己，为什么我的意志力这么薄弱？我真是个没用的人。但实际上，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大多数并不是意志力薄弱，也不是努力不够，只不过是因为你选择了一种并不适合自己的方法而已。所以，不要责怪自己，从今天开始，试着改变一下自己的方法吧。首先需要做的是了解自己，如果能够知道自己拥有怎样的思维习惯，以及在什么样的行为模式下容易受挫，一旦知道了自己无法坚持的原因，就会自然而然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坚持方法。这本书将那些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总共分成了6种类型。接下来，我会逐一为大家讲解这6种类型的特点，以及适合每一种类型的坚持方法。大家在观看的时候，也可以一边思考，我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呢？只要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今后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坚持下去。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寻找一下，我究竟属于哪一种呢？类型1：猎豹型。那么，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起步冲刺能力最强，却很快就燃尽的猎豹型。所谓猎豹型，就是当他们某一瞬间觉得这个事情我好像能做到，就会立刻爆发出惊人的行动力，一口气冲出去。无论是减肥、学习、工作，还是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只要是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集中力。因此，在周围人看来，他们往往会给人一种这个人自我要求很高，或者这个人是真的认真在做这样的印象。实际上，如果只看短期表现，他们甚至经常能够比其他人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果。而且，猎豹型的人中，有很多人对自己都非常有信心，但正因为他们拥有这种自信，所以很容易一开始就只盯着最终目标。他们会跳过到达目标所需要的过程，试图一下子就取得结果。例如，学习本来应该把几天甚至几周的学习内容分开来完成，但他们却会想着，就是现在，今天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于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把大量内容全部塞进去。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可以一直往前冲。但是几天过去之后，却突然踩下刹车，今天有点不行了。然后，他们会给自己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只是今天时机不太好，最近比较忙，所以没办法。于是逐渐与这项行动拉开距离。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最开始的那股冲劲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谓典型的3分钟热度，也可以说是猎豹型的人比较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因为一开始就把全部力量都用光了，所以之后自然就很难继续坚持。猎豹型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猎豹型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能力不足，也不是缺乏动力，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接受少做一点，慢慢坚持这种选择。一开始根本不需要拿出全部力量，放慢速度，也不代表失败。当他们能够真正接受这一点之后，猎豹型所拥有的瞬间爆发力，就不会只停留在行动开始的那一刻，而是能够逐渐转变成真正的持续力。为什么猎豹型特别容易坚持不下去？起步冲刺型猎豹无法坚持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稳态机制。所谓稳态机制，指的是当人感觉到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
大脑会将这种变化视为一种危险，并在无意识中试图让身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一种非常自然的身体机制。因此，对于猎豹型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发生让这种稳态机制强烈启动的巨大变化。因此，对于猎豹型的人来说，即使已经开始行动，而且状态越来越好，也需要学会故意停下来，甚至可以在感觉自己好像还可以继续的时候就结束。其实，这样反而是最合适的。猎豹型长期坚持的最大秘诀，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逼到极限。可以说，这是想要长期坚持下去的最大秘诀。大家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一开始冲得特别猛，到了中途却因为精疲力竭而坚持不下去。如果你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可以试着把一开始的速度放慢一些，降低最初的行动量，然后专注于把这少量的事情持续下去。比起一开始拼尽全力，慢一点，少一点，却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才是真正的持续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种类型2，追求非黑即白，给自己设定过高门槛的鹰型。非黑即白思维，目标门槛设得过高的鹰型。作为鹰型的人，会根据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制定计划，并且会认真的遵守自己决定好的事情。这样的态度，在工作中往往容易被评价为认真、可靠、值得信赖的人。然而，正是这种认真，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他们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本来应该是优点的这种认真和自律，有时却会反过来让自己承受巨大的压力。鹰型最大的特点，一开始就把门槛设得太高。他们经常会这样想，既然要做，就一定要认真做好，果只是半吊子的做，还不如干脆不做。于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试图把一切都调整到自己理想中的状态，结果就是一开始就想拿到100分。这样一来，在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时间就变得不够用了，体力和自身能够承受的能力也逐渐跟不上。长期处于这种勉强自己的状态，最终会让身心一点一点的疲惫不堪。鹰型还有一个特点，不擅长应对突发情况。另外，不擅长应对意外情况，也是鹰型人的一个特点。他们很容易把改变原定计划、适当休息理解成一种软弱，或者给自己找借口。因此，只要自己的节奏哪怕被打乱一次，就很容易失去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可是，他们又无法真正做到调整自己，于是一直勉强坚持，最终总有一天会达到自己的极限，然后突然彻底停下来。一旦中断，就觉得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然而，一旦坚持的行动哪怕只中断了一次，他们就会产生非常强烈的绝望感。明明一直坚持到昨天，怎么偏偏今天中断了？于是，他们甚至会开始觉得，既然这样，那我之前坚持到现在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甚至把之前的一切全部放弃。也就是说，仅仅一次失败，就把此前积累下来的所有努力全部否定掉了。这就是全有或全无思维。在心理学中，这种思维习惯被称为全有或全无思维，也就是如果做不到100%，那就和0%没有区别。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认知偏差，在认知行为疗法中也经常被提及。这种思维越强烈的人，就越容易把一次失败看得过于严重。比如，连续坚持了100天，结果第101天休息了1天。正常来说应该是，我已经坚持了100天，非常厉害，明天继续就好了。但是鹰型的人可能会想，中断了，我没能坚持到底，之前的努力是不是都没有意义了？然后干脆彻底放弃。鹰型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对于这种鹰型的人来说，首先需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中断不等于失败。即使你休息了1天，之前一直坚持下来的那些努力也已经真实存在。仅仅休息1天，并不会让之前积累的价值全部消失。真正重要的是，即使暂时停下来，也能够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所谓真正的持续力，并不是一次都不休息，而是即使休息了，也能够重新开始的能力。如果坚持中断了，该怎么办？当持续的行动被中断时，不要只看最终结果，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
自己已经做到的部分。所以，对于鹰型的人来说，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更加严格的规则，也不是更加完美的标准，真正需要的是，即使中断了一次，也能够重新回来的机制。即使没有做到完美，之前积累下来的努力也不会消失，只要能够不断重新开始，这些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努力，最终一定会转化成巨大的成果，甚至有可能最终取得比其他人更加出色的成绩。类型3凭感觉开始，凭心情停止的猴子型。接下来就来详细讲解一下这种猴子型。猴子型最大的优点就是先试试看吧，先开始做了再说。他们一旦产生这样的想法，身体就会立刻行动起来，因为对感兴趣的事情能够马上发起挑战，所以他们也是一种能够不断积累新经验的类型，对新事物拥有很强的好奇心，以及一旦产生兴趣就会爆发出非常高的行动能量，正是猴子型最大的特点。在周围人看来，他们往往会给人一种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能马上开始这样的印象，因此他们很容易被评价为行动力很强的人，或者做事非常灵活、行动非常迅速的人。但是猴子型最不擅长的是什么？另一方面，猴子型的人有一件事情特别不擅长，制定计划。与其提前考虑未来的安排，他们更容易优先考虑当下的心情和一时的冲劲。所以当自己没有干劲的时候，就很容易想着等我什么时候有心情了，再一次性做完吧。然而实际上，人的动力很少会自然而然的产生，等到回过神来的时候，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计划或者其他事情上，最开始想做的事情就这样一步一步被往后拖延，然后新的兴趣又不断出现，自己的注意力又一次转移到了新的事情上，最终就会变成我确实想做，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开始。于是那些迟迟没有行动的任务就会越堆越多。猴子型还特别不擅长应对意外情况。另外，猴子型特别不擅长的还有一个东西，突发情况，计划之外的事情。即使偶尔能够制定一个计划，只要错过了原本安排好的时间点，行动的节奏就会一下子断掉，而且他们往往很难做到。那我重新决定下一次什么时候做吧。于是事情就这样慢慢淡出视线，不知道什么时候，最初想做的事情就被丢到了记忆的角落里，因此自然消失是放弃，是猴子型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他们虽然非常擅长开始一件事情，但一旦中途离开，就很不擅长重新回来继续做。猴子型应该怎么办？对于猴子型来说，真正需要的是明确的未来目标加不依赖心情的行动机制。首先要明确，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了什么，把行动背后的目的弄清楚，不要建立有心情的时候再做这样的模式，而应该建立因为这是已经确定好的事情，所以我就去做这样的状态。提前建立小型启动机制，还可以提前设定一些非常简单的规则，做完 A 之后就马上做 B。 例如刷完牙做5分钟运动，吃完午饭学习10分钟，洗完澡阅读5分钟，这样就不用每次都重新思考我要不要做，而是到了那个时间就可以直接开始。猴子型本来就拥有非常强的行动力，所以只要把行动机制建立起来，他们原本的行动力就能够转化成巨大的成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猴子型想要坚持一件事情，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点，尽可能减少开始之前的麻烦。也就是说，把从我想做到真正开始做之间的步骤尽可能减少。类型4章鱼型，章鱼上进心很强，而且兴趣范围非常广，比如工作、健康、金钱，他们不是想着只选择其中一个，而是会觉得这些我全都想要，能够对各种事情产生兴趣。同时做太多事情会发生什么？当同时推进多个事情的时候，自己的精力必然会被分散，结果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只做到一半。明明每件事情都在努力，却无法给每一件事情投入足够的时间，于是很容易陷入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没有留下什么成果这样的状态。明明能够感受到自己一直在努力，却始终得不到理想的结果，最后中途放弃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为什么同时做太多事情容易失败？其实，章鱼型同时开始很多事情，最终容易受挫，背后也与大脑的机制有关。人有一个特点，选择越多，反而越难真正采取行动，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悖论。它是一个相当有名的现象。除此之外，人类的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这与所谓的认知负荷理论有关。因此，如果试图同时推进很多事情，大脑承受的负担就会增加，结果就是每件事情都容易只做到一半。相反，如果能够集中精力只做一件事情，最终的效率和成果反而会更高。章鱼型真正的问题，所以章鱼型并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因为选择太多，反而动不了了。这就是章鱼型真正的问题。而解决方法其实非常简单，不要一次开始太多事情，这样一来，章鱼型原本拥有的强烈好奇心就能够集中到一件事情上，最终就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和行动力转化为真正的持续力。类型5过度遵守规则，反而无法前进的海狸型。那么接下来就来详细讲解一下海狸型。所谓海狸型，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一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积累努力的能力。这种类型虽然没有特别耀眼的表现，但他们拥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能够一步一步稳稳地向前走。海狸型的人通常非常认真，而且责任感很强，一旦制定了某个规则或者标准，就会努力忠实地遵守。比如，他们会认为记录一定要整理得非常漂亮，绝对不能有遗漏，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做好。于是，他们有时候会在一些其实没有必要做到那么严格的地方，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最终甚至会出现一种情况，比起最终的成果，遵守那些细小规则本身反而变成了目的。海狸型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把每一件事情都认真仔细的完成，是海狸型非常大的优势。但是，正因为他们如此认真诚实，也容易出现一个问题，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正因为太过认真，他们反而容易给自己施加过多的限制。因此，海狸型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个倾向，哪怕只违反了一次自己制定的规则，也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真正重要的是，按照适合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对于海狸型来说，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在哪些情况下容易停下来，然后根据这一点重新调整自己的计划。比起制定一份完美的计划，更重要的是制定一份能够真正坚持下去的灵活计划。不要害怕重新开始，另外还需要给自己留出这样的心理空间，没关系，之后再重新开始就好了。不要总想着一定要做到100分，可以试着把目标从100分调整成60分、70分也没关系，只要继续坚持，只要能够保留自己一点一点积累的优势，同时又能够轻松的坚持下去，最终一定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成果。类型6一个人想太多，最终突然燃尽的狼型。我们将进入最后一种，总是一个人想太多，最终有一天突然燃尽的狼型。所谓狼型，就是一种不依赖别人，试图靠自己一个人取得成果的自律型人。即使没有别人督促，他们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主动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明确的截止日期或者规则，他们也不会偷懒。甚至可以说，没有束缚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发挥自己的能力。这就是狼型最大的优势之一。狼型的人很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他们通常抱着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绝对不要轻易诉苦这样的态度，所以在周围人看来，他们往往是非常可靠、非常容易被委以重任的人。而且因为责任感很强，所以也是一种非常容易获得别人信任的类型。但是，狼型最大的弱点是什么都自己扛。另一方面，狼型的人非常容易把所有事情都一个人承担下来，结果就是等到真正达到极限的时候，他们会突然踩下急刹车。他们往往不擅长向别人寻求帮助，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还是我自己做比较快，或者我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甚至会放弃向别人咨询、寻求帮助这个选择。太习惯努力，反而察觉不到自己的极限。
因为对于狼型来说，努力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他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快到极限了，即使已经很疲惫，他们还是会继续勉强自己。人类有一种倾向，容易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的能力，以及完成一件事情所需要的时间。这种现象被称为计划谬误。例如，这个任务应该没什么问题，这种程度我肯定能完成，于是给自己设定了很高的标准，然后就这样不断勉强自己。自信很重要，但过度自信也会成为负担。换句话说，狼型的人很容易因为过度依赖自己的意志力，而最终燃尽自己。越想靠精神力量硬撑过去，最后产生的反作用往往也越大。狼型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能够逼迫自己不断努力，确实是一项非常强大的优势。但是，想要长期坚持，仅仅有坚强是不够的。想要走得更远，还需要学会保护自己。这6种类型其实都不是在说你有什么缺点，而是在说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坚持障碍。找到自己的类型之后，采用适合自己的方法，比单纯增加努力更加重要。接下来是第2部分，成功人士和亿万富翁都在实践的聪明坚持法。这一部分我们要讲的是成功人士和亿万富翁都在实践的聪明的习惯坚持方法排行榜。那么，我们马上开始介绍奇迹般的习惯坚持法1，在行动之后提前准备好奖励。第一个想要介绍的奇迹般的习惯坚持方法，就是在行动结束之后，提前为自己准备一个奖励。有人认为，人类只要连续21天做同一件事情，就比较容易把它固定成一种习惯。但是，即使连续坚持了21天，也并不意味着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就像魔法一样变得轻松了。并不是说，只要不断增加坚持的天数就可以了。因为，那些真正能够固定成为习惯的行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做这件事情能够获得某种好处。也就是说，大脑会判断这个行为值得继续下去。正因为大脑感觉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才会自然而然的想要重复它。因此，真正决定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并不是坚持了多少天，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情本身有没有让你产生想继续做下去的理由。坚持不仅需要努力，也需要快乐。想要长期坚持，除了努力之外，快乐也是不可缺少的。反过来说，那些无法坚持下去的事情，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获得的好处不够明显，很难感受到奖励，大脑感受不到做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如果大脑无法感受到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么无论如何，人都很难长期坚持下去。所以，如果你想长期坚持某个行为，请提前为自己准备好奖励。奇迹般的习惯坚持法260分也算合格。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个奇迹般的习惯坚持方法是，即使只有60分，也算合格。这种拥有高目标、认真努力的态度，本身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一直勉强自己，心里就会一点一点的产生压力和扭曲。原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会慢慢变成一种义务。从最开始的因为我想做，所以去做，逐渐变成因为我必须做，所以不得不做。这样一来，即使最开始觉得很快乐的事情，也会一点一点变成痛苦。然后有一天，可能会突然彻底停止坚持，就像燃尽了一样，什么都不想做，甚至连之前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习惯，也可能全部放弃。偶尔对自己宽松一点，如果你很容易陷入这种状态，那么请有意识的对自己稍微宽容一点。坚持并不意味着每天都必须拼尽全力，除了努力的日子之外，也要允许自己有放松的日子，这同样是长期坚持所必须的。这样虽然没有达到100分，但至少你还能拿到60分，而比起某一天突然变成0分，长期不断的积累60分，其价值要大得多。坚持最重要的，并不是每天都拿100分，真正重要的是，尽可能不要让自己出现0分的日子，哪怕今天只能做一点点，只要没有完全放弃，就是在继续积累。100分偶尔出现一次，不如60分长期不断的积累，这才是真正能够让习惯长久持续下去的方法。
无法坚持，并不代表我们不够努力，也不代表意志力薄弱。真正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用适合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